出来了，多谢季大侠带路。不必客气。谢公子准备去往何处？哎，我不过是一个闲人，何处不可去。不过二位闹了这么大一场，要去哪里呢？你们要是有意，都可以跟我回48寨。你这是在邀请我吗？是啊，你去不去？倒是那小白脸有点问题，带着麻烦，弄死也不成。难不成就地放生吗？我呸！哎，你仗着你是南刀的后人，你就这么大言不惭啊？要是没你外祖父，你连狗屁都不是。你们南刀北刀加起来，是我山川剑的对手吗？哎，少说两句。来啊，让我看看你嘴里的山川剑。行啊，来啊，来啊！阿飞，别跟他一般见识。你放心吧，他呀，怕是连山川剑的一招半式也使不出来。我呢，虽然不如我娘和外祖父，但至少我不会卖祖求荣，给别人当狗。臭丫头，你要是再这么猖狂，信不信我撕烂了你？青龙主来了。你不说那文将军靠谱吗？怎么那帮敲锣打鼓的这么快就追来了？嗨，他打一半发现人没了，肯定就没心思跟这些门外道打了，自然就匆匆离去了。你踩我干什么？关我什么事儿啊？看那样子就来气。当务之急，赶紧跟我走吧。这里地处偏僻，我相信应该已经甩了他们了。项圈都没摘得高，别人是抱不走的。什么意思？我们每日服食一种丹药，身上有味儿，人是闻不到的，只有他手里那只寻香鼠才能闻得出来。就算我跑到天涯海角，他都能找得到。你有话不早说，非得这时候才说。既然你不及时说，那你就闭嘴吧。把我们家的狗还给我，本座赏你们一个全尸。是吗？本王活了这么久，还是头一回听说有人要赏我一个全尸。本王刚开始还有点不信，不过看青龙主这不打自招的阵仗，看来那件事儿是真的。把山川剑交出来，本王保你一命。你说你一个青龙主座下的狗，死也便死了，
丢也便丢了。青龙主为何追了你这么久？这是青龙主的作风吗？哼，少侠，你自己前后编了那些瞎话，哪一句对得上？劳烦以后编瞎话多费点心思，动动脑子。哦，原来闹了半天，他追杀你是因为你偷了青龙主的东西，还糊弄九龙总那个大傻子为你保驾护航。要不是猜出这把山川剑可能在你身上，你真的以为本王会捞你一命？你是不是觉得我傻呀？我说文将军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在此地？敢问阁下，是哪一位贵人啊？出来一个能帮我的人。我家君上乃是皇室血脉，不错，我的身份高贵，所以文玉要一直保护着我。但是我又不喜欢别人跟着，所以他们为了我的安危，就给了我把少剑。这少剑一放，不管我在哪儿，他们都会来保护我。青龙主，这东西是不是你的，你心知肚明。世上只有苦主讨自己东西的道理，其他人都名不正言不顺。如今那个苦主的骨头渣子都烂没了，你我抢着山川剑，都只能算是贼。像青龙主这样的前辈，想必是做不出这种贼喊捉贼的龌龊事儿吧？哼。走吧，多亏有西皇子在。就他那德一样。这般可行？那也只能试试了。刚才看到他的腿了吗？他是不是受伤了？应该是跟文玉将军对战的时候伤了腿。若非如此，我哪敢赌这一把？不过文玉本人未必斗得过这臭名昭著的大魔头，但架不住他手下兵多，而且个个令行禁止，先前总该让他吃了瘪。倘若不是青龙主有伤在身，哪怕我今天唱了空城计，也无可奈何。若真是有后援，想必也未必能唬得住人家。如今这山间乍看平静一片，我越是有恃无恐，青龙主就越是好好掂量掂量。主人，真的不追吗？文将军口中的那个贵人，想必就是眼前的这位少爷了吧？刚才我们已经吃了文玉一次大亏，险些折在那三春客舍外。难道你就没看出来，文玉为什么突然就走了吗？如果他真的是皇室，这件事恐怕就麻烦了。确实，主人说的是，我们也不好与朝廷为敌。这青龙主会跟来吗？你猜？现在这么严肃，你还能开玩笑？我的谎话应该撑不了太久，我们还是先找地方躲起来吧。寻香鼠生性敏感，如果遇到人多的地方，一定会东躲西藏。你们再看，刚才寻香鼠顺着山路放心大胆往上跑的样子，
只能说明一个问题：这个地方根本没有人。不好，露馅了，快跑！走。差点忘了那该死的老鼠。你先走，我蹲后。走。给我追！阿斐呢？朱姑娘留下来断后了。他断什么后啊？这分明是断我的后嘛！徐大侠，这样，你先带吴小姐走，我去找阿斐。好，稍后跟你们会合。若是半个时辰后还没有见到我们的话，我带他们俩先进入衡山密道，然后我再送吴小姐去48寨。好，多谢。我的丹田气海已经被那几刀抽空了，这会儿随便有人扑过来给我一下，我大概连刀都举不起来。罢了，只能学谢允那厮唬唬人了。司象山是吧？我看你这水平，还不如穆小乔呢。你们到底是什么人？你猜？我猜你这个臭丫头是想找死！哼！瞧好了，这招可是有横断天河之威，让你开开眼。给我追！你单挑青龙主，你怎么不上前呢你？你不是把我拽上来了吗？要不是老人家那一掌，就你这点力气，顶多拽来试。哈，我还得谢谢他是不是？我觉得我武艺精进了不少。笑什么笑啊？这货全身透着古怪，我却依然能无端的信任他，是不是占了脸的便宜？你是要造反吗？造反前，先逃命要紧。你找什么呢？密道应该就在这附近了，非常隐蔽，挺难找的。阿飞，阿飞，这边这边。
好汉真牛啊！哎，刀呢？啊？要你管？手无寸铁还敢跟青龙主继续纠缠，你可……哎，虽然不是刀，但是我也没别的了，凑合用吧。你哪来这玩意儿？拿来壮胆吗？我刚才捡的。不是我说你自己私下里挤兑自己人，怎么这么机灵啊？哎，这位英雄，咱能不能别以后一到关键时刻就想着动手解决一切啊？阿飞，你们别争了。你以后可不可以别这么莽撞啦？啊？我们都很担心你的。他不好好的吗？我不是也好好的吗？啊，是你人是好好的，但就是啊，每次都要赔上一把刀。哎，等我回去啊，准给你做一个特制的杯架，7、8个插口，插满排一圈。等你出了门呢，插上个7、8把大砍刀，准跟开瓶似的，又好看又方便，省得你不够用。你回哪儿去啊？跟你回48站呗。走了呀，阿飞，快点走啦。确实是有打斗的痕迹。我看青龙主啊，多半伤得不轻，我们可以先在里面避一避，他也不会逗留太久。这里就是奇门禁地啊！去找些清水来。做什么用？哪有那么多为什么？机关的，除了那门，得把那小水碗灌满了水才成。这么厉害？来，跟我来。周姑娘，吴姑娘，还有萧，那个，都是蒙他们的。叫我小谢就好。哦，那请问谢公子，刚才你与青龙主所说的山川剑是怎么回事？这8成是他瞎编的。抱歉，那个确实是我瞎编的。哦，不过我也听到过一些传闻，但是不知道真假。什么事？当年据说南刀被地煞追杀时，一路且战且退，几度怀疑自己跑不了的时候，做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，就是把自己的兵刃毁了。真有这事儿吗？我怎么没听我爹说过呢？这件事情
我也是百思不得其解。哎，你们想，倘若是一个人在被追杀的时候，不想着怎么脱身，反而是会毁掉自己的兵刃吗？那自然不会。后来将会有一些好事者编了一些捕风捉影的传说，说是有一种邪功，只要能拿到传说中武林名门的随身兵刃，便能获得他生前的成名绝技。这一看就是胡说八道，煞有介事的胡扯。可这纪大侠是个老实人，他应该相信了。纪大侠，你不必看我，我也就只是听说，但是我研究这些啊，特意去学了打铁铸剑。怎么会有这种事情？分明是无稽之谈。谢公子，你是要告诉我，当年青龙主算计殷前辈，就是因为听信了这种鬼话？这个，你恐怕就要去问殷公子了。殷少侠，你现在可以说一说青龙主为什么一定要抓你回去了吧？你多年前得知殷家庄覆灭的真相之后，一怒之下与你的养父反目，这个我倒信。但是我不信你在青龙主座下忍辱负重这么多年，竟然会大老远跑过来杀一个已经废了我功的人。所以他表面上气势汹汹的带着九龙叟来找麻烦，实际上是想借刀杀九龙叟。他先是不分青红皂白的就要杀人，然后在你一根筷子打掉他的4名鞭之后，没有说躲开，反而是见了三春客舍，直接就来找你麻烦。那是他故意找茬。不错。挑了事情之后，他又顺理成章的被你抓住，还嫌麻烦不够大，不断激化矛盾，叫你杀了九龙叟。怪不得这一路不要脸的跟着我，被抓了还不跑。后来青龙主赶来，跟文玉冲突上，他才趁乱跑了出来，还打算劫持吴姑娘。这样一来，他就能借上文玉之势了。虽然没有成功，但是也机缘巧合的跟我们跑了出来。朱姑娘，你既然这么聪明，那你干嘛要问我？跟殷公子算无一策比起来，在下可就是个蠢人了。他已经不能拿刀了，你就没有想过，一整个客舍的人都杀不了九龙叟，那你怎么办？你这个野丫头，从哪儿来的这么好的运气啊？家世深厚，刀锋锐利，又被惯出了一股不知天高地厚的愚蠢。哎，你这话，你到底是想骂我还是想夸我？我要是当年不被这个纪云辰带出山庄，学了山川剑，你今天连给我提鞋都不配。你说谁？说你呢？你何必和这种人一般见识？是也不会怎么样，大不了就是纪云辰跟一个客舍的倒霉蛋儿都死在九龙叟手里罢了，又关我们什么事？所以，你只要随便找一个借口，说跟纪云辰有仇，身为邪魔歪道，跟北道后代有仇也是理所当然。九龙叟根本不会怀疑。倘若纪云辰就此折了，那九龙叟也只会沾沾自喜，因为他根本没有想到你姓殷，更不会想到你这次逃出来，根本就没有打算回去。在江湖上消失了这么多年，这不还是活蹦乱跳的？以我对他的了解，他不择手段也要活下来，对不对啊，纪大侠？背信弃义的人我见多了，但是如今见到殷少侠，
才知道狼眼也不是很白啊。谢公子刚才有句话说得好啊，那老魔头当年偷了我家的东西，那他就是贼。不管是山川剑也好，其他东西也罢，他都姓殷。我现在拿回了我家的东西，是不是理所应当？既然是理所应当，我为什么要告诉你们这些不相干的人？难道我要再招一群贼吗？行行，殷公子，好自为之吧。啊！你看什么看？滚！你怎么又出来了？我在里面待得太烦了，总不能一辈子都在这儿吧？你又想提刀就上，跟青龙主正面对峙？那我还是有自知之明的。那就好。行了，那我先出去探查一下。哎，我陪你一起去。我轻功好，跑得快。你呢？武功好，再去打一架。好了，先回去待着啊。嗯。松手！哎呦！楚楚，哎，谢公子没跟你一起回来吗？他去探查情况了，咱们也不能在这儿坐以待毙吧？他轻功那么好，一个人应该没问题。这家伙就是个废物。哎，不过说来也奇怪啊，一个人的轻功若是高到一定境界，硬功或许不算擅长，但也不至于完全不会。确实，我没看他用过什么招式。一个人倘若没有跟人动武的经验，对对手怎样出手没有一定预判。如果只是光靠着四处流窜、逃跑躲闪，哪怕跑得像风一样快，也不可能像他这样游刃有余。可是我确实只是见过他跑啊。那是为什么？不知道，不去问他，他也不会说。谢公子，他真的挺神秘的。是啊，还满嘴没一句实话。画什么呢？给你看看。这是段九娘的库容手。你看出来啦？我还怕我画的不像呢。你画这个做什么？哎，不对，你怎么记得这些招式？我小时候记性比较好，过目不忘。那个时候看到你跟段九娘在院中比武，我就想着先把它记下来。这几天也听了很多江湖旧事，特别是殷佩说的那些话。我觉得武学要是这样中断了，那真的挺可惜的。所以你就想把它记录下来？先凭我的能力吧，记一点是一点，说不定以后有什么武学奇才，能够从这些记录里面得到一些灵感，把武学传承再继续下去。做成典籍，确实可以流芳百世，为后人所学。楚楚，你这个想法真的不错。其实我也没想这么多，只可惜吧，就凭我一个人的能力，也只能到这儿了。我怕这段九娘的枯荣手会成为绝响。我对枯荣手的理解也只有皮毛而已。不过我体内已经有枯荣真气了，你又把它记录了下来，那就说明段九娘的枯荣手并没有彻底的变成绝响。
只是怕我练不好，丢人。哎呀，阿飞，你可不能这么想。段九娘自愿把枯荣手传给你，就是认可你，她看中了你，而且你现在也和这些高手过招了，你也很棒。人呢？主人，整座山都搜遍了，没有发现他们的踪迹。现在衡山脚下，他们一定躲进了密道。传令下去，转战衡山派就职。是。少侠，你应该饿了吧？要不要吃个果子？你干嘛对我这么好啊？我觉得你这一路也没怎么吃东西，体力会不支。你放心吧，这个没有毒的。我就不吃，反正都快要死了，吃不吃有什么关系呢？哎，等一下，怎么了？你懂不懂解旋？走吧。你听到什么了吗？是风吧？没有人的轻功能那么快。主人，还是没有找到。这都找了1天了，还没有找到，要你们何用？阿肥，查探怎么样了？这个密道四通八达，有很多机关，而且有很多分岔口。我们人在地下，本来就容易分不清东南西北，再加上我们没有地图，很容易就被困在这里。这怎么办呀？我不想一直在这洞里待着。没办法了，现在也只能先在这里避一避了。希望他们能快点离开这儿。周姑娘，周姑娘，我听说修习破血刀者常常大器晚成，但是我看你的刀法出尘火候，你从小就开始练，练几年了？我娘在我临出门的时候，娘说不要轻易透露底细。我不是从小学的，大概2、3年吧。2、3年，嫌太长了。1、2年吧，反正差不多。除非是走捷径练魔功，否则但凡是天下绝学，那都得有个数十年之功来填不可。你这进境已经堪称神速了。行了吧，我有自知之明，就我这水平，现在就是有辱家学。所以阿飞，你到底学了多久？半
我体内还有窟窿真气，感觉正在渗透到每一世的破血道中。是啊，这一路上又几经生死，我们不怕死的周大侠被各路英雄又锤炼了一遍，也是难得的机遇啊！你偷听我说话，干嘛呢？后生可畏。主人，入口在那边。我看你们这下往哪儿跑？当年衡山派出逃之时，密道口故意不封，就是为了拖延追兵。若是没有熟悉密道之人引路，他们一时半刻应该找不到这儿来。我看敲锣就是为了让我们自乱阵脚，大家不必慌。是啊，我刚才探查的时候也是这样的结果。要不是我熟悉这里的路，否则很难从外面走回来。那老家伙进来容易，出去难。今天谁到底死在这儿还说不定呢。要不然他们偷偷摸摸进来偷袭我们便是。敲什么破锣呀？我再次珠宝，金银珠宝，绫罗绸缎，何曾立兴过？贪财也好，好色也好，想要什么，何时不给过？要个弓箭枪镐做什么？山川剑都碎成八段了，不值钱的。你现在乖乖的还回来，我绝不追究，好不好？看来青龙主是抓不到你，誓不罢休了。20年前，他为了我父亲手里的这个宝物，不知道算计了多少人。如今，这东西落在了我的手里，是被他自己亲手养的狗偷走的。你告诉我，他能有什么好心情？莫非你这狗东西，还跟殷家有什么关系不成？那就更不用躲了。当年殷家早被我手下这帮兄弟灭了门，你这年纪，不定是哪儿冒出来的野种呢？我最讨厌别人叫我野种。不妙，我好像听人说，青龙主手下有一批敲锣人，他们都是瞎子，能在黑灯瞎火中靠3更锣的回音判断前面有什么。要是这样的话，那些胡同还有机关，他们根本就不用自己去探，就能及时退回来。恐怕这么一道，困不了他们多久了。季大侠，要是这样的话，他们多久能找到我们？这倒不好估量。倘若真如你所说，恐怕很快就会找来了。哎，你干什么去啊？我先出去探一探，万一外面暂时安全的话，我们先撤出去比较好。你放心，48寨我都探得，衡山密道也不在话下。你先在这等着。怎么老往外跑啊？周姑娘，可否帮我一个忙？说。青龙主等杀。
来者何人？躲躲闪闪的，算什么好汉？往前走。像你这样的女孩，若是换成别人来教，肯定会让你选择尖刺、长鞭这等省力机巧的兵刃，要不然，也会让你习得一手出神入化的暗器功夫。只要轻功过得去，也足以保命。真不知道你的长辈是怎么想的，竟然让你用刀，还偏偏传了破血刀给你。是，已经不止一个人说我筋骨不够粗壮，练刀事倍功半了。所以呢？那有没有人问过你，以你这样的出身和模样，即便是骄纵无能，也足以顺遂地过完这一生，让你不必在刀尖上舔血，四处颠沛流离。绝世的才华与倾城的容貌，本就是这世间罕见的宝物。但是，一旦对它生出倚仗，它也很容易变为你这一生无法摆脱的魔障。我当年就是太过恃才傲物，太把自己当回事，才会犯下那样的错。哪儿这么多废话？到底想说什么？好，那你记好，将来谁同你说这样的话，都是在害你，你连一个字也不要信。我接下来说的话，你可要听好了。前辈请讲。当年并称南北双刀，南刀极烈，北刀极险。又说断水缠丝乃杀人之刀，而破血乃宗师之道。修习破血刀者，如同风雪夜独行，需心智极坚、毅力极大者，或能一窥门路。尤其是无匹、无长、无锋三式，乍看之下，这招式平平无奇，但是很多人哪怕穷极一生也无法参透。若是过不了这一关，即便是刀法再精，内力再深，也只是无魂之道。周姑娘，我是担心你修炼多年，恐怕也会一事无成。你说这么一大串，就是想咒我一事无成？哎呀，我出去探过了，青龙主啊，留了一些人在外面巡山，不过人不多，大批人马都下了密道，所以啊，我们现在出去比留下来安全。要走，我们现在就走。周姑娘，你到底是想和他们一起逃，还是愿意留下来冒一次险，与我一同杀了青龙主？若是你愿意留下来，与我杀了青龙主，我可以将断水缠丝传给你。你只需要帮我拖住青龙主，剩下的我自有办法解决。不行！你让一个小姑娘替你升抗思想山的4位主人之一，除非给她吃一个太上老君的仙丹。季大侠，不是晚辈无礼，而是是非宠辱都是过眼云烟，能忍一时又能怎样？20年前你就非要钻牛角尖，现在你还钻，你阿匪！那个小白脸的死活，我当然可以不管。你只需要帮我照顾好楚楚。你们先走。你，既然你说你自有办法，
我可以留下来帮你。不过我的话你也听好了，我留下来是为了对付那只大老鼠。至于别的，你不必教，我也不会学，更不会转投其他门派。南北双刀并行，我看在我外祖的份上，本不该对你不敬。但如今见识了你这样的前辈，少不得也要说一句：断水禅师算什么东西了？是啊，断水禅师，他不算什么东西。但不管如何，谢过姑娘了。我们先去把洞堵上吧。找到他们了吗？回禀主子，这条通道里没有任何阻碍，他们应该就在最深处。好，继续往里追。是。搜魂阵。你刚刚说什么针？周姑娘，想要应对青龙主，只有我北刀招式可以牵制住他。别看我现在如同一个废人，但以我曾经的功力，足以与青龙主一决胜负。我要用这搜魂针逼出我以前的功力，但这搜魂针一旦下阵，我需要闭目养神一时半刻的功夫才能起效，还要劳驾周姑娘帮我牵制住青龙主，待到我回光返照的那一刻。好。先前你看不上我北刀，那我可否以断水沉思向你领教一二？怎么领教？恕我不能武斗，周姑娘可知何为文斗？武斗是交手，文斗是过招。文斗中人呢，或者只是互相解说招式，或者是在互相不触碰的情况下比划个一二，谁也不伤谁，非常和平。周姑娘，请。周姑娘，请你用南刀招式出3招，我以北刀来应对。请。
因为在阿斐的眼里，他刚才已经被断水禅寺一刀两断了一次。外面的遮挡只能骗得了他们一时，最后恐怕还是需要周姑娘出手相助。此地空间狭窄，他们人数再多也难以一拥而上，这是我们的优势。这青龙主最擅长以强欺弱，他一看你是个小姑娘，必然会亲自动手，他的内力远在你之上。你所能倚仗的就是绝代刀术，接下来我就让你看一看这绝世的杀术。在这1宿时间内，若你能在此刀下走上20招，青龙主一时半刻奈何你不得。再来。